听到对方询问，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“你应该是江奶奶的儿子吧？我姓叶，家父与令尊是旧相识，让我过来看一看江奶奶。”对方惊讶地问道：“你老汉儿认得我老汉儿？”叶晨轻轻点了点头。这时，做饭的草棚下面缓缓走出一个老太太，对方有些疑惑地看着叶晨，皱眉问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认识我丈夫？”叶晨道：“您就是江奶奶吧？家父认识您丈夫。”老太太迟疑片刻，连忙说道：“快请进，快请进。”说着便对自己儿子说道：“幺儿，快请客人进屋，给客人倒水。”中年男子赶紧上前将门打开，客气地说道：“二位快请进，到屋里头坐吧。”叶晨点点头，道了谢之后，便与陈泽楷一起进了院子。这个小院并不算大，也就几十平米的样子，一共有3间木房，2个草棚一左一右，一个没有遮挡，只有茅草顶，下面是泥土制成的灶台，另一个依墙而建，做了一圈遮挡，面积不大，看起来像厕所。而3间木房就在大门正对面，中间的堂屋大敞着门，里面左右各有一个房间，房间门用布帘遮着。叶晨与陈泽楷跟着中年人进了堂屋，房间正中靠墙的位置摆着一张细长的供桌，供桌黑漆漆的，看不出材质，但从包浆的色泽可以看出，这绝对是个很老的物件。在供桌上方摆放着香炉以及多个牌位，上面写着的人名全都姓江。而在供桌上方的墙上还悬挂着3幅中式的画像，正中央的画像是一个身穿青色长衫的中年男子，男子虽枯瘦嶙峋，但却精神健硕，双手负于身后，站在一处山顶的巨石之上，长长的胡须与衣摆一起随风招展。这老者抬头望天，神情之中满是豪情壮志。而在这画像左侧是一个7、8岁的孩童，正盘坐在山顶一处石桌边看书，右侧则是一个老人正襟危坐的画像。叶晨接触过古董，他看得出这几幅画都是古画，且年代已经相当久远。他心中不禁暗叹，这3幅画虽然不知是不是出自古代名家之手，但只看着精美的画工，独到的神韵，也可断定不是凡品。若是拿到市面上，不往多了说，也至少得几10万一幅，3幅画卖100万，应该轻轻松松。100万对普通人已不是小数，既然老太太家中挂着的3幅画都有如此价值，他儿子又为何会被人以做海员为由骗去墨西哥，甚至母子2人都险些死在异国他乡？至此，叶晨心中的疑问更多。不过他也由此可见，自己昨天的猜测是对的。老太太现如今的日子虽然清贫，但家族1000多年来传承有序，家世背景绝对不一般。此刻那中年人看着这2个衣着光鲜的年轻人，多少有些紧张局促。他指着堂屋正中那低矮的木桌和木凳，有些尴尬地说道：“2位请坐，请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家里条件差，委屈2位了，我这就去给2位倒水。”叶晨这才回过神来，微笑说道：“谢谢，不用这么客气，我们不客。”说话间，江老太太洗净双手，顾不得手上还有水珠，便连忙小跑着进来，口中也是有些惶恐地说道：“2位贵客，快快请坐，我们家穷，没得撒子像样的家具，连把好坐的椅子都没的，实在是委屈2位了。”叶晨恭敬地说道：“江奶奶，您先请坐吧。”江老太太微微迟疑片刻，随即便笑着在叶晨面前坐了下来。她慈眉善目地看着叶晨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说你老汉儿认得我丈夫，不晓得你家老汉儿怎么称呼？”叶晨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回答。其实他以前的想法很简单，找到老太太之后，借口是她老公故人之子，亲手给她1颗回春丹，然后再告诉她自己已经在蜀都为她和她儿子买好房子和门面，将他们请到蜀都安顿下来。若是他怀疑自己身份，或者不愿意接受，自己也有办法，那就是心理暗示。到时候一通心理暗示下去，
让他们完全接受自己的说辞，并且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赠予的房产和资金。如此一来，自己也就能全身而退了。可是眼下的情况，处处都看得出，这老太太似乎并不普通平凡。叶晨很想多一些了解，但如果问老太太问题，还要用心理暗示那种简单粗暴的方式，他又实在有些过意不去，所以眼下一下子又让他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老太太似乎也看出叶晨的为难与纠结，于是她便对儿子说道：幺儿，趁着天还没黑，你拿上你的弩箭，去外面猎只野鸡回来，今日家中有贵客，总是要杀只鸡来招待。中年人不假思索地点点头，说道：要的，娘你先招待客人，我这就出门。中年人说着，从门后取了一把自制的弩箭，随后便快步出了家门。叶晨看得出，老太太这时想先将儿子支开，于是便没说什么。陈泽楷倒是有些惊讶地问他老奶奶，这么晚还出去打猎，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老太太摇头说道：我这个幺儿有一身打猎的本事，我们这里又没得什么年轻人，老人也打不动猎物，所以野鸡野猪到处都是，他对这里熟悉得很，不会有危险。说着，老太太叹了口气，心疼地说道：只是我这个儿子前段时间被人骗去墨西哥，让人割去了一个肾脏半个肝脏，万幸他身体恢复的倒是很好，没得撒子后遗症，还整日生龙活虎的。叶晨听到这里也没什么惊讶，毕竟他当日也只是用灵气抹去老太太等人对自己的那段记忆，但他们被骗、被残害或者目睹他人被残害的记忆还是在的。于是他便顺着老太太的话，惊讶地说道：还有这种耸人听闻的事？老太太点点头，叹了口气，又道：我这个幺儿想离开大山，想让我过好日子，但一辈子没读过什么书，也不爱读书，自小就爱自己造些弓弩陷阱，在山里打猎，出去找不到啥子好工作，又没得啥子社会经验，所以才信了人家的说辞，大老远去了墨西哥，险些把命丢到那里。叶晨安慰道：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您也不用太过伤心。老太太点点头，悄悄抹了抹眼泪，随后又看向叶晨，认真地问小伙子：我老太婆斗胆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我们娘娘的救命恩人？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